他整个只能现在是他面带的微笑。这就在只能躯干的时候，他突然冒了一句：“哎呀，你看，好肥。”建筑工地的恶臭里藏着被大卸8块的亲生母亲，凶手竟是他引以为傲的名校女儿。当警察抓到他告知母亲的死讯时，他嘴角挂着冷笑：“人早晚都有一死，死就死了呗。”带他去指认抛尸现场时，看着那堆曾是自己至亲的碎块，他更是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轻笑。他好肥哦！这个曾以全县中考第1升学考进重点大学、前途无量的别人家孩子，为何会对身患癌症的亲生母亲痛下杀手？不仅残忍杀害，还要分解抛弃，更在母亲死后表现得像个毫无人性的旁观者。警方深入调查，揭开的不仅仅是一桩血案，更是一个亲情彻底崩塌的终极噩梦。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？2013年3月，春寒尚未退去，四川省成都市某建筑工地的工人们准备下班时，突然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从废墟深处飘来。循着气味，他们扒开堆积的杂物，眼前的景象却让所有人僵在原地。几个编织袋和行李箱歪倒在角落，袋口渗出暗红的污渍，掀开一看，里面竟是一块块被切割的人体组织，腐肉间还夹杂着毛发和衣物碎片。恐惧瞬间笼罩了整个工地，工人连忙拨通了报警电话。此时谁也没想到，这起骇人听闻的血案将牵扯出一段令人唏嘘的家庭悲剧。警方在接到报案后迅速抵达现场，随行的法医在仔细勘查后得出结论，死者是一名50岁左右的女性，致命伤是腹部遭受利器刺激，导致失血过多而亡。接着她的遗体被分解成数块。凶手的切割手法虽称不上专业，却足够残忍，但让人感到棘手的是，现场没有遗留任何能够表明死者身份的物品，而抛尸地点又是在一处废弃的工地，周边的监控设施并不完善，这使得这起案件在调查初期就陷入了僵局。正当警方一筹莫展时，一份失踪人口的报告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报案人罗小龙称，自己的母亲李华琼和姐姐罗小敏因为看病治疗，平日里住在肿瘤医院附近的一家旅馆。原本自己每天都要和他们通话联络，但现在已经24小时，还是没有联系到他们。警方立刻进行了 DNA 比对，结果确认这些人体组织正是罗小龙的母亲李华琼。根据罗小龙所说，自己的姐姐罗小敏和母亲李华琼同住一屋，母亲被人残害，女儿却失去了踪迹，这让警方开始怀疑李华琼的女儿罗小敏极有可能就是那个作案凶手。接着警方就对两人居住的旅馆进行了调查，旅馆的监控画面如同无声的证人，记录下了案发前后的诡异细节。2013年3月16日，罗小敏和母亲走进房间后，就再也没有人外出，直到3月19日晚上8点左右，监控画面显示罗小敏独自一人匆忙外出，在不久后又返回房间。第二天凌晨，罗小敏频繁地走出房门，用水桶和拖把清理房间。接着过了几个小时后，他携带了一些行李箱和编织袋，再次离开了房间。随后警方在现场勘查时，就发现了房间里残留的未清理的血迹。如此清晰的监控画面和房间内的血迹残留，进一步证实了罗小敏的犯罪嫌疑。警方迅速锁定了罗小敏的行踪，并实施了抓捕。在审讯过程中，罗小敏全程表现得异常冷漠。一开始他假装无事发生，甚至反问警方：“我又没犯法，你们抓我干嘛？”而当民警告知他母亲被人残害并分解的惨状时，罗小敏却淡定地回应：“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死就死了，反正人早晚都有一死。”他的冷漠让在场的警察都感到不寒而栗，但当警方将最关键的证据列举呈现给他看后，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无处躲藏，只得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。根据系统操作，警方便带着罗小敏去指认抛尸现场时，而他竟然指着残骸的位置轻笑着说：“他好肥哦。”这样冷血的态度一度让警方怀疑他可能存在精神异常，但随后的司法鉴定结果显示，他神志清醒，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知情。这不禁令人疑问，为何名校毕业的天之娇女会沦为残忍的弑母凶手？随着调查的深入，罗小敏的成长经历逐渐浮出水面，
这起人伦悲剧背后的故事也被揭开。1983年，罗小敏出生在四川省遂宁市的一个平凡的工薪家庭中，父亲是工厂的工人，母亲李华琼则是一名小学教师，一家人原本过着安稳的生活。然而，在罗小敏上小学时，她的父亲因一场车祸不幸下身残疾，家庭的经济支柱瞬间崩塌，给予了这个家庭一记重创。自那之后，李华琼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，在艰辛的生活压力下，她的性格逐渐变得急躁易怒。为了减轻生活的压力，李华琼将女儿寄养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舅舅家，而自己则带着儿子艰难度日。从那时起，罗小敏的童年便充满了寄人篱下的小心翼翼，以及对亲情的渴望与失落。在舅舅家，罗小敏把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化作学习的动力。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读书，深夜还在台灯下刷题，凭借着惊人的毅力，最终以全县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了遂宁市的重点高中，随后又顺利考进了西南石油大学攻读法学专业，成为了家族中唯一的大学生。在亲戚们眼中，他是别人家的孩子，是家族的骄傲。然而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这些光环的背后是无数个独自流泪的夜晚。母亲李华琼对女儿的优秀并没有感到太多欣慰，反而将她视为改变家庭命运的工具。供你读书就是为了让家里好过点，弟弟以后还要靠你。这句话像紧箍咒一样，伴随着罗小敏的整个成长过程。在母亲的传统观念里，儿子才是传宗接代的人，女儿再优秀，也只是泼出去的水，迟早要为家里做贡献。大学4年里，罗小敏的成绩一直稳稳排在年级前列，靠着出色的表现，拿了好几次学校奖学金。眨眼间一晃4年过去，毕业季就到了。凭借这份亮眼的成绩单，他在校园招聘里被一家国企看中，这家国企给出的待遇相当不错。刚入职的罗小敏年薪能拿到10万左右，在当时的2007年，这个薪资对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来说，算得上是高薪了。而且那个时候，罗小敏是县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，又捧上了国企的铁饭碗，妥妥成了父母的骄傲。不过，这份工作也有个美中不足的地方，那就是工作的地点在大西北的甘肃，离他家乡四川挺远。大学期间，罗小敏谈了个男朋友，得知他要去甘肃工作，男友不愿意跟着一起去，两人商量来商量去，实在找不到两全的办法，最后只能无奈分手。那段时间，罗小敏心里特别难受，但她性格要强，心里一直揣着自己的理想。慢慢从失恋的低落情绪里走出来后，她就把全部心思都扑在了工作上。虽说工作强度不算大，但刚到甘肃的罗小敏还是觉得处处不适应。比起工作压力，更让她犯难的是当地的气候和饮食。从小在四川长大的她，一下被扔到大西北，连生活环境都得重新习惯，但家里的担子都压在她身上。罗小敏根本没工夫抱怨，她心里清楚自己得赚钱养家，只能咬着牙一点点适应，哪怕水土不服，哪怕饮食习惯完全不同，她都逼着自己去接受去融入。好在适应过一段时间，她的生活终于步入了正轨。就在她以为自己终于了摆脱原生家庭的阴影，打算开启崭新的人生时，命运却将她推进另一个噩梦。工作一段时间后，罗小敏就因为自身工作能力强，人又长得精神利落，很快就进入了上级领导的视线。本以为凭借本事能在工作上站稳脚跟，可谁能想到年轻漂亮反倒成了他的麻烦。没入职多久，他就被男领导盯上了，对方急着职权，多次威逼利诱，想对他潜规则。直到一次出差，事情彻底失控。那晚应酬结束后，喝得满脸通红的领导把他堵在酒店走廊，醉醺醺地逼问愿不愿意找个人依靠。话里话外的暗示让罗小敏瞬间脊背发凉，她攥紧拳头，声音发颤但态度坚决地拒绝了。可这言辞拒绝不仅没让对方收敛，反而引来了更大的灾难。没过几天，领导的妻子突然闹到公司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，说他是勾引有妇之夫的狐狸精。同事们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他身上，背后的议论声此起彼伏。即便罗小敏拼命解释，在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里，他根本无从辩解，只能默默承受着这份委屈。2012年，承受巨大压力的他最终选择辞去了这份高薪工作，带着满身伤痕回到老家。
他本想从父母那里得到一丝安慰，换来的却是母亲的责骂，放着好好的工作不要，你想拖累全家吗？父亲也失望地说，读了这么多书，连这点事都处理不好。罗小敏想解释，话到嘴边又咽下，那些难以启齿的屈辱和积压已久的情绪在某个瞬间彻底爆发。罗小敏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充满争吵与压抑的家，带着孤注一掷的决心，罗小敏买了去成都的车票，坐在列车上，她开始计划自己今后的生活。她想先找份工作维持生计，再利用空闲时间准备考研深造。一段时间后，罗小敏顺利找到工作，她的生活眼看着就步入了正轨。正当她对未来充满期待时，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她所有的计划，也让她的希望全部落空。2013年初，李华琼被确诊为乳腺癌，这样沉重的打击几乎让罗小敏喘不过气来，但她不得不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因为父亲瘫痪在床，弟弟刚参加工作没积蓄，作为长女，她知道这个家只能靠自己撑着。罗小敏把手里的钱算了又算，总共只有7万，没办法，她只能先用这笔钱给母亲治病，走一步看一步。那段时间，她每天在医院和家之间来回跑，照顾完母亲又得赶回去给父亲做饭。可即便这么拼命，积蓄还是像流水一样花掉了一半，母亲的病情却越来越重。为了让母亲得到更好的治疗，罗小敏只好托亲戚照顾父亲，带着母亲来到了成都肿瘤医院做化疗。母女俩在医院附近找了间每天15块钱的出租屋，屋子小得可怜，不到5平米，挤着2张床，洗脸上厕所都得排队。为了省下每一分钱，罗小敏买了锅碗瓢盆，常在走廊做饭。因为占地方，她没少和其他租客起争执。夜深人静时，听着母亲痛苦的呻吟，罗小敏躺在床上，心里满是无力感。她恨自己没钱给母亲更好的生活，也不知道这样艰难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然而，李华琼不仅没有感激女儿的照顾，反而不断的抱怨，你要是不辞职，我至于这么惨？弟弟以后还要买房娶媳妇，你就不能争点气？这些话如同利刃，一次次刺痛罗小敏的心。母女之间的关系也从冷漠逐渐演变为仇恨。很快，这样的仇恨在两人每天不断的拉扯中与日俱增。罗小敏直言，她积攒多年的愤怒和怨气，就是在那个瞬间吞没了她，才让她犯下了如今的血案。接着在警方与心理咨询师的层层追问下，罗小敏终于供述了案发当晚的细节，揭开了这场人伦悲剧的最后一层迷雾。2013年3月，身患重病的罗小敏母亲选择放弃治疗，执意要返回老家遂宁的小县城里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。尽管罗小敏希望留在成都，但拗不过母亲的坚持，只能一同返乡照顾卧病在床的双亲。原以为自己的付出能换来理解，现实却事与愿违。罗小敏每天都在父母的抱怨声中煎熬，终于在这一天，面对母亲无休止的数落，情绪濒临崩溃的罗小敏抓起桌上的水果刀，失控地刺向了母亲。等到她恢复理智时，母亲早已倒在血泊中停止了呼吸。起初，罗小敏想以自我了断结束一切，可一想到还有父亲和弟弟要照顾，她最终选择了分解并抛弃遗体来掩盖自己的罪行。警方抓获罗小敏时，她拒不承认犯罪事实，直到旅馆监控凶器等证据链完整呈现时，她才不得不承认罪行，却仍试图为自己脱罪。作为法律专业出身的罗小敏，放弃了为自己寻找辩护律师。她声称自己作案时处于精神异常状态，然而司法鉴定结果明确显示，她的精神状况正常，无法以此逃避法律制裁。即便如此，罗小敏仍固执地认为自己的行为并非不可饶恕，甚至坚称母亲本就该死。2017年，法院对罗小敏作出无期徒刑的判决。不同于常见的命案量刑，法院考量到案件发生时，罗小敏并非有预谋的策划犯罪，而是在长期积压的负面情绪冲击下，一时失控犯下大错。基于此，最终未判处死刑。庭审后期，罗小敏的舅舅前来探望，往昔母亲未曾宣之于口的关切，在舅舅的诉说中变得清晰。这股久违的温情如潮水般漫过罗小敏筑起的心房，她紧绷的神经轰然崩塌，终于在悔恨中泣不成声。此刻她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过错。然而木已成舟，
再多的懊悔也无法挽回失去的生命。那么对于这起案件，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？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。这里是迷雾调查组，我们下期见。